她是朝鲜领袖金正恩的掌上明珠。他从去年开始频频曝光，已经不再是配角的感觉，已经是两个主角，金正恩跟金珠爱，也是外界眼中可能继承白头山血统的小公主。Hello, my daughter, she's growing. One day, she'll take over my power, my nukes, my wealth. 当金珠爱一步步走向朝鲜权力中心，未来等待她的会是家族王朝的顺利继承，还是一场充满算计的宫廷博弈？本期世界大解说带你揭开朝鲜最高权力背后的接班迷局。2026年2月底的平壤凝聚了全球目光，一场最高权力峰会——朝鲜劳动党第9次代表大会即将拉开帷幕。除了朝鲜对韩美关系的表态，外界也高度关注这个封闭国家在导弹和核武器发展的动向。最令人期待的肯定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人事布局。他会不会在9大提到亲爱的女儿金珠爱？外界之所以对这次大会的官宣充满期待，是因为劳动党代表大会这场朝鲜最重要也最核心的政治盛会，每5年才召开一次。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1年的劳动党8大。当时朝鲜官方严密封锁小公主的信息，外界连她到底是否真的存在都不清楚，只通过曾经造访朝鲜的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之口，得知金正恩有个201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名字叫做珠爱。直到2022年底，一次洲际导弹的试射活动，小公主才首次公开亮相。自那以后，她的出镜率爆发式增长，从出席工厂开工典礼、视察前线部队，到跟着父亲远赴北京参加阅兵，她仿佛成了金正恩不可或缺的政治符号。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高调亮相，瞬间引爆全球舆论的疯狂揣测。金正恩是不是已经在为才10几岁的爱女铺路，培养她成为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因此，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紧盯着小公主亮相后召开的朝鲜9大，看金正恩会不会顺水推舟，在大会上正式为她加冕。不按常理出牌的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这一回同样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整整1周的大会议程里，对这个寄予厚望的爱女居然只字未提。金珠爱的这部分可能是她的年龄还没有到就是现在只有13岁嘛，所以她没有办法入党成为一个党员的这个年龄，所以金珠爱的部分就比较少谈。不过，这一届朝鲜党代会还是发生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变动，朝鲜权力金字塔出现更迭。大会第4天，劳动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朝鲜2号人物崔龙海落选，说明他即将离开核心领导圈子，引发不少关注。崔龙海今年76岁，是名副其实的朝鲜红2代。他的父亲崔贤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早年的亲密战友，两人一起经历过抗日游击、朝鲜战争。朝鲜建国后，崔贤在军队和政府里身居高位，去世后也受后代奉为革命英雄来纪念。崔龙海子承父业，也长期在朝鲜军政体系历练。他在金正恩接班后清洗姑丈张承泽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作为朝鲜代表出席过不少外事活动，地位不断攀升，成了名副其实的2把手。如今，以崔龙海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元老退居2线，换上金正恩自己的班底走马上任，进入最高权力核心。
让人不禁思考，这样的大规模变动出于什么考量？ I don't think this means a purge. I don't think this means anything unruly. It shows natural passage of time. What it does show is that Kim Jong-un now has embarked on sort of his rule 2.0. Kim Jong-un is not only confident and at ease with his power, with his role, he is projecting the image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oyal to him over a dozen years are now being rewarded. 金正恩把9大的政治舞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但是这位朝鲜半岛的第一伟人也没忘记他的小公主。在9大闭幕当天举行的阅兵式，金正恩瞬间切换成了宠爱女儿的慈父。那晚，他破天荒地带着13岁的金珠爱同乘一辆豪车高调登场。两人不但穿上几乎一模一样的妇女款黑色皮大衣，还并肩在几万军民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阅兵式上的金珠爱跟金正恩是同一个款式的衣服。我们要注意到前2次的阅兵式上，他们2个的穿着是不同的。但是这一次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衣服，这等于就是说我可以穿到跟最高领导人一样的衣服，等于就是我就是第2个，就是接班人啊，有这样子的象征。阅兵式引发的热议还未消散，3天之后，一张朝鲜官方发布的新照片，再度引起了对金珠爱接班的推测。2月27号，金正恩会见朝鲜主要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官，还送他们新型狙击步枪。过后，大家一起扛枪打靶，小公主也有幸尝试。朝鲜媒体的镜头破例公开发布了金珠爱持枪射击的单人照。又过了1个多星期，小公主跟着父亲视察军工厂，朝鲜媒体再次发布了2人试枪打靶的照片。要知道，金正恩当年接班时，朝鲜曾宣传他3岁就是神枪手，借此塑造他的军事天赋，强化领导人形象。如今围绕金珠爱打造的军事形象和金正恩当年的接班叙事，是不是如出一辙？让金珠爱带到那个军事活动其实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便安排的。所以一些前外交官，韩国外交部长他分析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就是可以适用在金珠爱身上。万一朝鲜发生意外事件，军事这一部分的领导层可以维护金珠爱。除了军事场合，金珠爱也频繁现身民间活动，尤其是今年2月一次格外罕见的亮相，特别引人瞩目。今年2月份，金珠爱又出现在一个朝鲜5万户的公寓的一个工程完成的仪式当中，首次我们发现金珠爱跟李雪竹她的妈妈，以后金正恩在跟民众互动的时候，他第一次跟民众这样拥抱，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过跟那个民众这么亲近的互动，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是接班人了。而且今年的2月份，韩国政府已经正式说，好像金珠爱已经内定为接班人。哪怕种种线索都指向一个答案，金正恩正在大力培养自己的女儿，而且很有可能让她接班。可还是有一种观点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在男性主导的朝鲜社会，真能够接受女性领导吗？从金日成开始，白头山血统一直都是由男性主导，在朝鲜党政军体系和社会认知里，男性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脱北的前朝鲜官员分析，在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朝鲜，
很难想象久经沙场的男将军们去向10几岁的小公主金珠爱俯首称臣。有些人是怀疑说，朝鲜是这个大男人主义的社会，不可能女性接班。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朝鲜的外长，就说一直以来厉害的一个外长是崔善姬，她是女性来的。以后这几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就说朝鲜媒体有在开始报道比如说女性有成果的一些什么飞行员这些报道是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些女性很活跃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这个都是可能朝鲜为接班人、女性接班人铺路的一个动作。不过，围绕金珠爱的接班猜测引出了一个更大的谜团：金正恩到底有没有其他子女？韩国情报机构曾经推测，金正恩还有一个大儿子，线索来自2010年一支直接送到金正恩官邸的玩具枪，外界揣测那是他为儿子准备的礼物。但是10多年过去了，金家有儿子的说法再也没有其他佐证，如今连韩国也几乎不再提这项推测。观察家普遍认为，如果金正恩计划在未来把儿子推到台前，现在就不会费尽心思培养小公主。So my guess is Kim Jong-un does not have a son, or if he has one, Kim's view of his purported son is not very high, and he sees in his daughter leadership potential. 就连韩国国家情报院也调整了说法。过去他们认为金珠爱正在接受接班人培训，现在则认为他已经处于内部指定接班人的阶段。但问题在于，金珠爱今年只有13岁，如果金正恩的健康不佳，谁可以为这位年幼的接班人保驾护航？If Kim Jong-un died today, would his daughter be able to take over tomorrow? I highly doubt it. The only person that has the credentials of being a direct line descendant of Kim Il-sung and has shown the capability to be a ruler, the top ruler, is Kim Yo-jong. 在这次9大的人事调整中，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从副部长晋升为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同时重返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列。如今的他不只是金正恩的喉舌，也已经成为朝鲜核心权力圈里的实权人物。Now, she is the mastermind, the chief propagandist in North Korea, and she's very smart and clever. I believe that this wholesome family image of the loving father and the cute daughter often showing affection in public, like cupping each other's face and then sometimes the girl kissing daddy on the cheek. This is the product of the chief propagandist of that country, Kim Yo-jong. It presents, of course, a softer image of the cruel dictator, but it goes beyond that. It also projects the message that, hello, Mr. Trump, Mr. Biden, who's now gone, President Lee Jae-myung, or whoever you are, you'll be forgotten in 3 or 4 years. In democracies where leaders come and go via elections every few years. But we are a dynasty. Hello, my daughter, she's growing. One day she'll take over. My power, my nukes, my wealth will be handed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对年幼的金珠爱来说，手握重权的姑姑是辅佐者还是潜在的威胁？在最高权力面前，未来会不会出现一场姑侄之间的权力斗争？ Presumably, the plan would be that Kim Yo-jong would be the custodian, the regent. But in a system like this, you never know. There is infighting. There are court intrigues and murders. Kim Yo-jong, presumably, she's very shrewd and clever as far as I can tell. She presumably will remember the nippy, bloody winter of 2013 when she and her brother colluded to have their uncle publicly humiliated, tortured, and then executed. And memories of that digression may deter complacency or indiscretion on her part.
充满算计的宫廷斗争戏码或许足以满足外界的想象，但在当下的朝鲜，金正恩急于把13岁的女儿推到最高权力的展示舞台，也许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金正恩当年接班时，经历了一场相当惊险的权力突围。在父亲去世前，他公开露面的时间只有约1年，整个过程显得十分仓促。金正日是接班教育结束了，大概是20年，期间呢还有去见过邓小平，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在国内国外有掌握到一些是接班人的认可。但是呢，金正恩的情况呢，金正日突然去世之后呢，他大概接受只有2年的教育，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在比如说掌握权力、军事、内政方面都有自己的很大的压力。他这么肥胖，或许是这个压力有关的。我觉得他自己的经验其实是跟这个接班人的提前准备是有关的。从初次亮相时那个略显羞涩的小孩，到如今几乎和父亲一样高的少女，有人或许会惋惜，这个孩子恐怕再难以拥有普通的童年。但在崇尚血统传承的朝鲜，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承担一种特殊的角色。只是在镜头之外，他那掌握巨大权力的父亲会如何告诉他，他终将肩负怎样的责任？未来又该把朝鲜带向何方？